明明以泰拳出名的泰国，为什么如今人妖遍地，慢慢变成了一个娘性社会？在很多国家的传统观念里，男人变成女人是违背伦理的，往往会遭到主流社会的排斥。但泰国信奉南传佛教，其底层的核心逻辑是因果报应。在泰国人的普遍认知里，一个人如果男儿生女儿心，或者天生有性别错位，这不是道德败坏，而是前世种下的因，导致今生必须承受的果。因为这种宗教观念，泰国主流社会对跨性别群体有一种天然的包容，甚至带着同情。只要你不违法犯罪，没人会把你当异类赶尽杀绝。这种社会底线的宽容，给跨性别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露面的生存空间。但光有包容，绝对不足以催生出这么庞大的一个跨性别产业。真正让泰国跨性别者数量迎来爆发性增长的是历史机缘和外部资本的冲击。上世纪60、70年代，越南战争打响，美国将泰国作为美军的后勤基地和休假中心，几十万在战场上精神紧绷的美国大兵，带着大把美元涌入泰国的芭提雅等地寻欢作乐。短短几年时间，芭提雅从一个破落的小渔村，硬生生被美元砸成了亚洲最大的红灯区。在那个年代的泰国，一个底层女孩在酒吧陪大兵喝几晚上的酒，赚到的小费比一个农民在地里刨食1年还要多。在绝对的贫穷和巨大的财富冲击下，生存底线被彻底击穿。很多穷苦家庭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家里的男孩长大了只能干苦力，一辈子翻不了身。但如果把男孩变成女人，去迎合这些外国人的审美和需求，就能赚快钱，甚至能养活一大家子人。这就牵扯出泰国特殊的家庭分配机制，女儿养老。在泰国的传统社会，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儿子是不负责赚钱养家的。男孩长大了去寺庙当几天和尚，为父母祈福，这就算尽了孝道。而真正要进城打工赚钱寄回老家，给父母盖房子养老的是家里的女孩。泰国东北部的伊桑地区是全国最穷的地方，同时也是出产泰拳手和跨性别者最多的地方。一个出生在伊桑贫民窟里的小男孩，看着家里负债累累，想要帮父母还债尽孝，他能怎么办？他没有教育资源，没有社会人脉，能变现的资产只有他自己的肉身。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路。第一条路，保留男人的刚硬去打泰拳，7、8岁就被送进拳馆，从小踢芭蕉树、打沙袋，12、13岁就上擂台，用一身的伤病、断掉的肋骨和脑震荡的风险，在地下拳馆里为赌徒们搏命，赚取微薄的出场费，然后把钱寄回家。第二条路，顺应外来资本和服务业的需求，去当跨性别者。从小开始大量服用廉价的避孕药，注射来路不明的雌性激素，压抑男性的生理特征。长大后去旅游区跳舞、陪酒，甚至站街，用身体和色相去赚取外国游客的小费。这2条路一刚一柔，看似天差地别，本质却一模一样，都是底层穷人为了家族的生存进行的肉身献祭。泰拳手出卖的是骨血和暴力，跨性别者出卖的是皮囊和阴柔。那么为什么现在的泰国会让人感觉越来越娘，甚至被称为娘性社会？说白了，这是经济结构倒逼出来的结果。泰国是一个高度依赖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国家，在这个经济大盘里，柔性比刚性更有市场，也更好变现。在泰国的普通职场和底层的服务业中，女性和跨性别者在找工作、做销售、搞服务方面，比普通的底层男性具有明显的优势。当偏向女性化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时，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自然会向这一端倾斜。跨性别者极难进入大企业做高管，很难考取公务员，也基本绝迹于政商两界的精英圈层。绝大多数人依然被死死盯在美妆、演艺、娱乐甚至边缘的灰色产业里，吃着最残酷的青春饭。一旦容颜老去，激素带来的身体反噬就会将他们彻底拖垮。那么如果是你出生在泰国底层，你是会选择变性还是去打泰拳？